大家好，比特币昨天视频包括群上面提到的98000的支撑，反正我是继续做多了，手上是又没有多少资金了。那该买的话，2年之前强烈看涨比特币，所以才 all in 比特币，然后用币本位去做多，现货也赚，期货也赚。但是最近下跌，一些朋友也害怕熊市。那不然等下再来聊一聊昨天提到的这一波牛市自减半之后，比特币一直阳痿，小鸡波动。香蕉大又大，男女都爽歪歪，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用 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那我们要记一下一个时间点也就是月线里面这一根 K 线的时间，2024年的1月份，美国比特币 ETF 上市。然后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提到，这个位置的时间你也要记住就是自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后，现在的比特币感觉就是一个小鸡波动，或者是男人阳痿，并不像2021年当时的这个位置，也就是2020年5月份产量减半之后，然后2021年抛物线上涨，以及2016年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后面抛物线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记得这个时间点之前，我是基本上比特币现货全部买进以后，没有资金才会用币本位去做多比特币。因为我们看一下，也就是2-3年之前，知道比特币在2024年的这一根 K 线它会产量减半，所以历史的经验，产量减半之前518我要发。那以及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产量减半，它同样也是产量减半之前我要发，它这个位置2019年$3000就是它的底部。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牛市也是同样，大约是在这个位置产量减半，那之前518天就是我要发的发财密码，$200就是比特币2015年的底部。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反正历史上每一次产量减半之后，比特币价格会有这种香蕉大又大的行情，以及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它会有香蕉大又大的行情。但是自美国介入比特币，或者是机构买入比特币以后，比特币现在的波动，现在我感觉就是小鸡行情并没有看到这种香蕉大又大的抛物线的上涨。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这2天的市场下跌，恐慌与贪婪指数，恐慌指数也是再一次来到20，那上一次跌到这个75000，恐慌指数也是在20，以及上一次在5万左右，恐慌指数也是在20。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那这一波牛市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在2万到1万5，这个随机 RSI 指标也是非常的好用，20下方你就给我买入，20下方你就给我买入。如果来到80上方，那你短线要小心一点，比特币有可能要开始洗盘，高点就不要去追，或者是比特币再跌到随机 RSI 指标20左右，25K 包括这个位置 25K， 反正你也给我买入。所以这一次价格我感觉周线里面它有一个看涨的楔形，包括这个随机 RSI 指标也在20。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这2天链上的数据也是在提金鱼是在金汤。那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这一根下跌，11月5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底子是再买入了5500枚左右，而且相反的，持有1枚以下的散户比特币投资者1根2根或者是下跌，反正最近是每天都在卖出，每天都在卖出，散户在恐慌，巨金在贪婪。那如果再配合比特币日线的这几天一直在提的，反正我们要防有没有可能万一破位，比特币万一有可能破位，那你再想办法做多。如果再配合这一个 MACD 指标，你观察它的柱状，它这个位置低点更低， MACD 指标低点更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短期我们观察一下，现在也是很强势短期感觉是来了一个多头的吞噬。那或者短线我们观察狗狗币会不会回到这2个低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的日线也是低点更低，然后下方的 MACD 指标感觉也是背离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